你是否早上一起床就觉得双腿酸软无力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？曾经健步如飞的我们，为什么现在连起身站立都觉得吃力？年纪渐长，不少人都有类似的困扰，腿没力，走不动，上楼梯需要扶着栏杆，甚至提不动日常的买菜篮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，但其实背后可能潜藏着一个常被忽略的健康杀手，名叫肌少症。所谓肌少症，指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量与肌力逐渐减少的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正在偷偷消失。30岁之后，我们的肌肉量便开始以每年约 1% 的速度流失。到了50岁以上，流失速度可能加快，每10年就失去多达 30% 的肌肉。如果不加以注意，到了70、80岁时，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年轻时一半以上的肌肉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长辈明明没有重大疾病，却仍然觉得脚下无力，走路不稳，甚至容易跌倒受伤。根据调查，台湾约有 10% 左右的65岁以上长者罹患肌少症，而80岁以上族群中，男性肌少症的比例甚至接近30%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对肌少症知之甚少，经常到了肌肉流失严重，影响生活时才发现问题。事实上，在2016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将肌少症列为需要关注的老年疾病之一，可见它的严重性与普遍性。肌肉不只是让我们看起来健壮，它更是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。我们的腿部肌肉，特别是大腿和小腿，是支撑身体重量、保持平衡和行走能力的重要工程。如果肌肉大量流失，我们的代谢会下降，走路变慢，容易疲倦，甚至连拿东西、起身都变得困难。更严重的是，肌少症还和骨质疏松、肥胖、糖尿病等问题有关联。因为肌肉少了，代谢变差，脂肪更容易堆积，活动变少，骨骼也跟着疏松脆弱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虚弱的恶性循环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吗？难道我们注定只能接受肌肉一天天流失，身体越来越弱的命运吗？当然不。科学家和营养专家告诉我们，其实年纪大了，仍然有办法留住肌肉，不让双腿变得越来越没力。其中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之一，就是从饮食下手。营养学专家建议，中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应摄取约 1.2 到 1.5 公克的蛋白质，高于年轻成人的建议量每公斤 0.8 公克。也就是说，一位60公斤重的长者每天需要至少72公克以上的蛋白质才能维持肌肉，而早餐更是补充蛋白质的关键时机。只要早餐吃对了东西，不仅长期能帮助改善肌少症，有时甚至在当天12小时内，你就能感受到身体状态的变化。为什么特别强调早上呢？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有将近8小时没有进食，肌肉处于饥饿状态。如果早上不及时补充营养，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养分，就无法有效恢复，甚至可能继续分解流失。相反地，如果一早就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和关键营养素，就好比给肌肉来了一场及时雨，能迅速提供原料，让肌肉开始修复和增强。早餐吃对了，不仅能唤醒整天的代谢，还能启动肌肉的重建计划。有人或许会问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早上吃一顿好的，当天就能感觉腿有力了。虽然肌肉的增长不可能瞬间发生，但科学研究发现，适当的营养补充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我们的体能状态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早餐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我们的肌肉和大脑就会得到能量，在接下来的数小时里感觉更加有劲，不容易疲惫。特别是某些食物含有特殊成分，能在几个小时内改善血液循环，提高肌耐力，让人明显觉得走路轻松了不少。也就是说，早餐吃对不只能长期抗击肌少症，当天的精神与腿脚力气也会更好。想象一下，早上还觉得腿软无力的你，在吃过营养丰富的早餐后，到了下午散步时，竟发现步伐轻快了许多，不再觉得自己拖着2条铅腿。这并非奇迹，而是营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早餐到底该吃什么才能有效对抗肌少症，让双腿有力呢？接下来
我们将深入介绍8种被科学研究证实有助于改善肌少症的食物，它们各有绝招，能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留住宝贵的肌肉。不论你是中年人，开始未雨绸缪，还是已经上了年纪，希望恢复体力，这8种食物都值得你在早餐菜单中加入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晓这些肌肉的救星吧。1. 鸡蛋营养黄金，唤醒沉睡的肌肉。鸡蛋可以说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营养黄金。小小一颗鸡蛋蕴含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。对于肌少症而言，鸡蛋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白氨酸，又称亮氨酸。蛋白质是肌肉建构的砖瓦，而白氨酸则是一种关键氨基酸，能像开关一样启动肌肉合成的机制。有研究发现，早餐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例如吃下2颗鸡蛋，可以有效刺激肌肉蛋白合成。比起只吃高糖早餐，如白吐司或稀饭的人，肌肉更不容易流失。其原因在于，2颗中等大小的鸡蛋就含有约12公克的蛋白质，足以为刚睡醒的身体提供重建肌肉所需的原料。除了蛋白质外，鸡蛋还富含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D 和矿物质如硒和铁。维生素 D 对于肌肉功能非常重要，能够帮助维持肌肉的力量和协调性。然而许多银发族都缺乏维生素 D， 这会影响肌肉健康。鸡蛋，尤其是蛋黄中就含有维生素 D， 适量吃蛋有助于补充这项营养。此外，鸡蛋的维生素 B12 对神经和肌肉的连结也有帮助。铁质则能提升血液血氧能力，让肌肉获得充足氧气。想象一下，一颗平凡无奇的鸡蛋，其实就像一个小型营养库，默默提供着维持肌肉所需的一切原料。也许有人担心鸡蛋的胆固醇含量，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出，适量食用鸡蛋对大多数人的血脂并没有明显坏处，反而能提供重要的营养。对于希望增强腿部力气、预防肌少症的人而言，每天早餐来颗水煮蛋或煎荷包蛋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么多好处集于一身，难怪鸡蛋常被称为完美蛋白质来源。从此早晨开始，就用蛋白质唤醒沉睡的肌肉，让你一整天都底气十足。2. 牛奶，钙质与蛋白双管齐下。你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？牛奶是最接近完美的食物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早餐来一杯牛奶，对肌肉和骨骼都大有裨益。首先，牛奶富含高品质的蛋白质，一杯约240毫升的牛奶含有约8公克的蛋白质，其中包括2大类优质蛋白，酪蛋白和乳清蛋白。酪蛋白消化较慢，能长时间为身体提供氨基酸；乳清蛋白消化吸收快，能迅速提供肌肉所需。因此，早上喝一杯牛奶，相当于同时给予肌肉及时和持续的营养补给。不仅当下有能量，整个上午肌肉都有稳定的氨基酸供应。除了蛋白质外，牛奶中丰富的钙质也是肌肉和骨骼的好朋友。也许你会想，钙不是对骨头好吗？跟肌肉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钙离子在肌肉收缩中扮演关键角色。每一次我们的肌肉用力收缩背后，都有钙离子在细胞中传递讯号。钙质充足时，肌肉的收缩力和反应才能维持在良好状态。此外，中老年人常见的骨质疏松问题也需要补钙，而保持骨骼强壮才能进行有效的肌力训练，两者相辅相成。牛奶还提供了维生素 D， 不少牛奶会强化添加维生素 D， 这再次呼应了肌肉健康的需求。维生素 D 帮助钙的吸收，也直接影响肌肉的表现。试想，早晨喝下一杯温热的牛奶，就像在为身体注入活力。不仅如此，那香醇的口感还能带来好心情，让你满怀精神地开始一天。如果直接喝鲜奶容易胀气，也可以选择优格、发酵乳制品或养乐多等，因为发酵过程会分解部分乳糖，对肠胃比较友善，同时还提供益生菌，有助消化。若你不耐乳糖，市面上也有低乳糖牛奶或植物奶可选，例如强化添加钙质和维生素 D 的豆奶或燕麦奶，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类似牛奶的营养。重点是在早上给自己来一份奶类食品，蛋白质和钙质双管齐下，为腿部肌肉打下稳固的基础。所以说，一杯牛奶的力量可不容小觑。3. 鲑鱼，鱼跃龙门的激励秘方。
谈到增加肌肉力量，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陆地上的肉类。然而，来自海洋的鱼类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肌肉营养来源。其中有以鲑鱼为代表的深海鱼，对中老年人的肌肉健康有着独特的帮助。鲑鱼富含优质蛋白质，每100公克鲑鱼含有约20公克蛋白，跟鸡肉、牛肉旗鼓相当。然而，鲑鱼的厉害之处不只在蛋白质，还在于它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可是肌肉的隐形守护者。Omega-3 脂肪酸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，具有强大的抗发炎作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内慢性发炎反应会增加，这也是导致肌肉流失和无力的一大因素。研究发现 Omega-3 可以帮助减少肌肉发炎，促进肌肉对蛋白质的利用。换句话说，多吃像鲑鱼这样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有助于改善因老化引起的肌肉流失问题。实际上，有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，补充鱼油 Omega-3 的来源后，他们的肌肉力量和行走速度都有所提升。这正是 Omega-3 在发挥奇效。除了 Omega-3 之外，鲑鱼还提供了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等营养。维生素 D 我们前面提过，对维持肌力很重要。维生素 B12 则有助于神经健康，确保肌肉能受到正确的神经讯号控制。想象一下，一份美味的烤鲑鱼，不仅满足味蕾，更在悄悄为你的腿部注入能量。如果早餐吃鲑鱼觉得有点困难，也可以在午餐或晚餐安排。重点是一周吃上2到3次鱼类，除了鲑鱼，像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等油脂丰富的鱼类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若实在无法经常吃到鱼，经医师评估下，服用鱼油补充剂也是 Omega-3 的替代来源，但营养还是以食物为佳，让深海鱼的营养带你鱼跃龙门，跨越肌少症这道障碍。4. 鸡胸肉，高蛋白低脂的肌肉燃料。在健身爱好者眼中，鸡胸肉堪称增肌饮食的明星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它同样是安全又有效的蛋白质来源。鸡胸肉的特点是高蛋白、低脂肪，大约100公克的去皮鸡胸肉就含有约20到22公克的蛋白质，而脂肪含量却不到2公克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摄取丰富蛋白质，而不会摄入太多油脂。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又想增强肌肉的人而言，鸡胸肉是理想的主菜。鸡胸肉所提供的蛋白质富含各种必需氨基酸，能有效被人体吸收利用，特别是其中的白氨酸含量相当可观，有助于刺激肌肉合成。在早餐吃点鸡肉会不会太奇怪呢？其实一点也不。许多欧美国家的早餐会出现鸡肉的踪影，例如将烤鸡丝夹入全麦三明治，或是在早餐粥里加些鸡肉丝。在亚洲，一些传统早餐如鸡肉粥、鸡丝面也提供了在早晨摄取鸡肉蛋白的机会。对于牙口不好的长者，也可以将鸡肉煮得软烂后撕成细丝，拌入稀饭或面条中一起吃，既增加营养又不费咀嚼。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一大早吃肉，也可以选择在中餐再补充，同样能为鸡肉提供所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鸡肉中还含有肌酸和一些维生素 B 群，如烟碱酸、维生素 B6。肌酸是一种在肌肉中储存能量的分子，适量摄取有助于提高短时间内的肌肉力量和爆发力。虽然肌酸多存在于红肉中，肌肉的含量相对少一些，但多少有一点聊胜于无。而维生素 B 群则帮助能量代谢，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得的养分更高效地转换为肌肉工作所需的能量。每天吃水煮或清淡调味的鸡胸肉可能会感到枯燥，但你可以尝试不同的烹调方法，例如将鸡胸肉切丁和蔬菜拌炒成美味菜肴，或者用迷迭香、柠檬将其腌制后烤制。无论怎么变化，核心不变，那就是让鸡胸肉成为你的蛋白质加油站，源源不绝地为腿部肌肉供应燃料。难怪许多运动员和健身族都离不开鸡胸肉的陪伴。现在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巩固肌肉，增强腿劲。5. 黄豆与豆腐，植物蛋白的可靠支柱。不爱吃肉没问题，大自然还提供了植物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，其中的佼佼者非黄豆莫属。黄豆以及用它制成的各种豆制品，如豆腐、豆干、豆浆，
都是极佳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。或许有人会怀疑，植物蛋白有用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黄豆是少数含有完全蛋白质的植物之一，也就是说，它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，跟动物蛋白一样全面。这使得豆腐、豆浆等成为素食者和不爱吃肉者补充蛋白的主力军。事实上，古人就称豆腐为植物肉，可见其营养价值在传统中就备受肯定。对抗肌少症，黄豆制品的作用不仅在于蛋白质含量丰富，还因为它们容易摄取，烹调多元，同时伴随其他营养益处。以豆腐为例，半块传统板豆腐约100公克，就含有将近10公克蛋白质，而且豆腐质地软嫩，特别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者。豆腐中通常还含有钙，尤其是以含钙凝固剂制成的豆腐，因此吃豆腐也能顺便补钙，一举两得。而豆浆则是早餐的热门饮品之一，一杯无糖豆浆约可提供7公克左右的蛋白质。比起只喝黑咖啡或稀饭当早餐，来一杯浓浓的豆浆显然更能满足肌肉的需求。黄豆本身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值得一提，它含有大豆异黄酮，这是一种植物性雌激素。有些研究认为，对更年期妇女的骨骼和肌肉健康有帮助，因为女性停经后荷尔蒙改变会加速骨质和肌肉流失，而大豆异黄酮有机会缓解这种影响。尽管作用并非立竿见影，但作为长期保养，纳入豆制品肯定有益无害。早餐时可以考虑来一份中式的温热豆浆配油条，当然油条要适量，毕竟油脂较高，或是一碗加入豆腐和豆皮的咸粥。如果喜欢西式，可以在全麦吐司夹入嫩豆腐碎，模仿炒蛋的口感，或者用鹰嘴豆泥抹酱取代奶油。这些创意吃法都能帮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足够的植物蛋白。另外，除了黄豆之外，红豆、黑豆、鹰嘴豆等豆类也都富含蛋白质与矿物质，可以和黄豆制品轮流食用，让营养更丰富多元。黄豆与豆腐就像植物王国派来的可靠支柱，默默支撑着我们日渐减少的肌肉，让腿脚不再有气无力。6. 坚果与种子，小身材的大能量。别看坚果和种子体积小，却是浓缩的能量和营养包。对抗肌少症，坚果与种子能够提供独特的帮助。它们不仅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，还富含健康、脂肪和多种微量元素，对整体体能和肌肉功能都有益处。先说蛋白质，常见坚果如杏仁、腰果、花生，每一小把约30公克就能提供5到7公克蛋白质。南瓜子、葵花籽等种子的蛋白质含量也不容小觑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所含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好油脂对心血管有益，能减少发炎反应。前面提到，慢性发炎会加快肌肉流失，所以吃点坚果，摄取好油，有助于降低体内发炎，从侧面保护肌肉。此外，坚果与种子中丰富的矿物质堪称肌肉的维修工，例如镁在南瓜子和杏仁中含量特别高。镁参与调节肌肉收缩和放松，如果缺镁，人会觉得容易抽筋、肌肉无力。适度补充镁可以改善肌肉功能，减少腿部无力和抽筋的情况。再如锌，在南瓜子和腰果中也相当丰富。锌跟蛋白质合成有关，缺锌会让伤口愈合变慢，肌肉生长受阻。摄取足够锌能帮助肌肉修复。还有维生素 E， 坚果像杏仁、榛果中含量很高，是强效抗氧化剂，能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氧化损伤。将坚果和种子纳入早餐其实相当简单，你可以在燕麦粥或优格上撒一把混合坚果，增加口感和营养，或者直接抓一小把杏仁当早餐后的零嘴。如果直接吃坚果觉得太硬，也可以试试别的方式，例如把花生磨成花生酱，涂在全麦面包片上，或者在煮燕麦粥时加入核桃碎和黑芝麻，增加香气。不仅美味，也能顺利摄取到坚果的营养。牙口不好的长者可以选择将坚果磨成粉，拌入牛奶或豆浆中饮用，既好吸收又不会噎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坚果热量较高，每天一小把，约30公克，适量即可。重点在于持之以恒的天天摄取。
别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小东西，它们可是肌肉的隐形守护者。每天一把坚果，为你的肌肉提供源源不绝的微量营养和能量。7. 甜菜根，促进循环，提高耐力的神奇蔬菜。你对甜菜根这个食材或许有点陌生，但在欧美健康圈，它可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超级食物。甜菜根的独特之处在于含有丰富的天然硝酸盐，别被硝酸盐这名字吓到，这可不是工业添加物，而是一种在许多蔬菜中天然存在的化合物。当我们摄取甜菜根后，体内会将硝酸盐转化为一氧化氮 NO， 而一氧化氮能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对于肌肉来说，血流量增加意味着更多氧气和养分被运送，肌肉的工作效率和耐力就能提升。有运动科学研究显示，饮用甜菜根汁可以在数小时内提高运动耐力，让运动员比平常多跑好几 % 的距离。把这概念放在中老年人身上，如果早上吃点甜菜根相关的食物或饮料，到了下午活动时，肌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疲劳了。换句话说，甜菜根就像给肌肉加装了一个增压帮浦，尤其对腿部这种需要大量血液供应的部位，效果更是明显。甜菜根不只增强耐力，本身也是很好的营养来源。丰富的钾有助于心脏和肌肉正常运作，预防抽筋。叶酸和铁则对红血球很重要，间接提升血液血氧能力。甚至甜菜根那鲜艳的紫红色，来自甜菜碱等植化素，还具有抗氧化能力，可减少运动后的肌肉酸痛和疲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深绿色叶菜，如菠菜、莴苣，也含有硝酸盐，但甜菜根的含量特别突出，因此效果更显著。难怪在运动员圈子里，甜菜根汁被视为天然的运动饮料呢。如果你不确定该如何吃甜菜根，这里有一些建议。可以将甜菜根削皮切块，和苹果、红萝卜一起打成晨间蔬果汁，或者将烤甜菜根切丁，拌入沙拉或夹在全麦面包里当三明治。它微甜的风味其实相当迷人，也许尝过几次，你就会爱上那种土土甜甜的口感。把甜菜根纳入早餐，等于为血液循环系统打通道路，能更有效地替肌肉运送所需养分。在一天之中，你可能很快就感觉到走路时腿部的沉重感减轻了，步伐变得轻盈有力。如此神奇的蔬菜，真可谓肌少症的秘密补给品。8. 骨头高汤，传统智慧中的液体黄金。最后登场的这位可以说是祖传秘方与现代趋势的结合，也就是骨头高汤。许多长辈在身体虚弱时，家中总会熬一锅浓浓的骨头汤，认为能补身体、强筋骨。现代营养学也开始重新审视骨头高汤的价值，甚至有人称它为液体黄金。骨头高汤是以动物的骨头长时间熬煮而成，在这过程中，骨骼和软骨中的胶原蛋白被释放出来，形成明胶。明胶其实也是一种蛋白质，富含甘氨酸、脯氨酸等多种氨基酸。虽然骨头汤的蛋白质含量没有直接吃肉那么高，但这些胶原蛋白碎片有助于维护我们关节、肌腱和肌肉的结构，尤其是甘氨酸这种氨基酸，有助于改善睡眠、抗发炎，间接有利于肌肉在休息时修复。骨头汤的优点还不止在蛋白质，长时间的熬煮会让骨头中的钙、磷、镁等矿物质溶出到汤里，喝下一碗等于把骨头的精华都喝进肚子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这些矿物质能强化骨骼和牙齿，也参与肌肉收缩作用。一些骨头汤还会加点醋，就是为了帮助矿物质释放的更多。另外，如果汤里加了蔬菜一起煮，例如红萝卜、洋葱、芹菜等，又能提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，可说是一举多得。早上喝骨头高汤，听起来不像一般的早餐选择，但其实很多文化都有类似习惯。比如中国人传统的早餐汤面，越南的牛肉河粉，汤底都是用骨头熬制，配着主食一起吃，非常滋补。若嫌麻烦，你也可以前一晚熬好汤，早上热一碗直接喝，或者用它来冲泡燕麦片当咸粥吃。温热的骨头高汤下肚，不仅令人通体舒畅，还像是在为身体打地基。骨头强、筋肉壮，走起路来才能腰杆直，
步伐稳。当然，骨头汤的脂肪含量可能较高，尤其熬煮猪骨或牛骨时，可以在汤放凉后将浮油撇去，只喝清汤部分，既养生又不会摄入过量油脂。骨头高汤作为我们介绍的最后一种食物，巧妙呼应了开头提到的腿没力困境。中医古语有云，肾主骨生髓，意思是骨头和骨髓强健，人才能精力充沛，行动有力。而骨头汤正是补骨填髓的传统妙方。当现代科学遇上古老智慧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骨头汤的确能为身体提供多方面的滋养。把这碗液体黄金纳入你的早餐菜单，它将默默帮你强健底子，迎接每一天的新挑战。介绍完这8种食物，相信你已经发现它们各有各的强项，有的直接提供丰富蛋白质，当肌肉原料；有的减少发炎，保护肌肉；有的增加血流，提升运动能力；还有的补充矿物质，强健骨骼肌肉。灵活搭配在每天的早餐中，你就拥有了一套全面的肌少症对抗方案。例如，你可以今天早餐来份水煮蛋，佐一杯豆浆；明天换成燕麦牛奶拌坚果，再隔天试试烤鲑鱼配烫青菜和地瓜泥。变化菜色的同时，确保摄取到上述各种食物，长期下来，肌肉一定会回馈你惊喜的改变。不过，要真正战胜肌少症，光靠饮食还不够，还需要配合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。试想，如果只补充材料而不使用肌肉，肌肉还是会偷懒退化。所以每周至少应进行几次阻力训练，哪怕只是坐在椅子上踩踩弹力带，扶墙做几组半蹲，举举小哑铃，都能给肌肉足够的刺激。饮食提供原料，运动就是施工，两者结合才能盖起健壮的肌肉大楼。此外，充足的睡眠与休息也非常重要，因为肌肉是在休息时修复生长的。别忘了多晒太阳，让身体制造维生素 D， 加上饮食中补充的钙质，骨骼与肌肉才能双剑合璧，一起强壮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预防肌少症的关键。戒烟限酒，避免过度压力，维持健康体重，这些都能让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环境更理想，肌肉自然不容易流失。此外，多和家人朋友一起活动也是好方法。有社交互动的运动或早餐时间，更能提升你持续下去的动力。想象清晨和老友相约在公园快走，然后来上一份营养满分的高蛋白早餐，煎蛋、豆浆加几颗坚果，一边聊天一边为身体充电，是多么愉快的养生方式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传统中医认为老年人腿脚无力，肌肉减少，多与肾虚脾虚有关。因此，除了摄取蛋白质等营养之外，中医师可能会建议适当食补来调养身体，例如吃些黑色的食物，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等，以补肾或温补的肉类，如羊肉、牛腩来强健筋骨，搭配药膳食材如杜仲、黄芪煮汤，都被视为有助改善虚弱体质的方法。虽然中医理论与西方营养学角度不同，但这些食材本身也富含蛋白质、矿物质等营养，可以说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均衡饮食原则不谋而合。其实各地已有许多成功对抗肌少症的案例，例如有位75岁的伯伯，退休后因缺乏运动含营养，一度虚弱到走路需要拄着拐杖。然而在家人的鼓励下，他开始每天练习简单的抬腿和半蹲动作，同时调整饮食，加强蛋白质摄取。不过短短半年光景，这位伯伯竟然慢慢摆脱了拐杖，不但可以自己上下楼梯，现在还加入了公园银发族的舞蹈班。类似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方法正确，年迈的肌肉还是有惊人的可塑性，足以让我们扭转颓势。总而言之，肌少症并非不可逆转的宿命，只要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，在每天早上给自己来一份肌肉早餐，再搭配适度运动和良好作息，肌肉流失的速度就能放缓，甚至部分挽回。我们的双腿也将重新找回有力的感觉，重现年轻时的那股劲头。不要小看餐桌上的力量，当你咬下每一口鸡蛋，喝下一杯牛奶，都是在尾酱来的，自己储蓄健康资本。愿你我都能持之以恒，养出强健的肌肉，拥有充满活力的晚年人生。早上吃对了，从中午、
下午直到夜晚，你都会为自己这明智的选择而由衷感到高兴，因为那双本来没力的腿正一步步带你走向更健康、更自在的未来。